天气一凉下来，就喜欢各种热气腾腾的砂锅包。这份 Q 弹爽滑的虾滑粉丝包一开盖就是终极诱惑了。我们先来做一份家庭版的蒜蓉酱，按字幕上的配方来，怎么都不会出错的。最近总算是找到了一款配料比较简单干净的虾滑，里面除了虾仁和蛋清，剩下的就是一些家常调味料了。打开就能看到大颗粒的虾肉在里面。水开下入虾滑，等到浮起就可以出锅了。这95%的虾仁含量煮出来超级 Q 弹，口味咸淡正好，一点也不腥。趁着现在有活动，赶紧囤一些起来。接着在砂锅里放一些白菜、金针菇和粉丝，然后铺上蒜蓉酱，加入清水，咕嘟焖煮个5-6分钟，让虾滑和粉丝吸饱蒜蓉汤汁。初秋见凉时来上一锅，可真的太舒服了。晚饭做了一份土豆泥培根卷，抖音上的网红食谱一般都不会让人失望的。土豆泥蒸熟就打成泥，加上牛奶、黑胡椒和盐搅拌均匀。这一步记得手上沾点水，土豆泥才不会粘手哟。接着用生抽、老抽、蜂蜜和清水这4味调一碗料汁，淋上料汁咕嘟一会儿，土豆泥吸饱汤汁，培根又焦香补腻，搭配起来真的特别好吃。在盒马下血本买了这么一大块牛腩，所以一定要做得非常好吃，才对得起我的钱包。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今天的硬菜就是广式萝卜焖牛腩。好吃的广式牛腩一定少不了柱侯酱、海鲜酱和腐乳。牛腩都花大价钱买了，这些酱料也千万别省着哟。所有调料都炒匀后加入清水慢炖。没有转移砂锅是因为苏泊尔这口火红点微压炒锅设计了微压功能，锅盖上的食品级硅胶圈让锅内形成密闭环境，快速负压，大大减少了焖煮时间，一键泄压，安全又方便。白萝卜切成滚刀块，放入锅中焖15分钟，最后再收一点汤汁，完美的广式牛腩就做好啦。土豆和茄子能做的美食真是太多了，但是最经典下饭的那一定是东北的地三鲜。一位东北的阿姨说，这道菜要想好吃，土豆和茄子一定得过油，炸过的吃起来才有灵魂呀。地三鲜的酱汁只要用家里常见的调料就行，具体比例我写在左边字幕上啦。你们总是会问我的锅具，家里炒菜用的最多的就是康巴赫炒锅了。独特的蜂窝技术，不粘锅也不挑锅抢，重要的是锅身轻盈，我一个女生也能轻松驾驭。最后再撒一把生蒜，这地三鲜的小味也就上来了，搭配米饭是不是特别一绝？今天是520，你们都怎么过的呀？大早就去市场买了只三黄鸡，烧一份鲜嫩多汁的葱油焖鸡作为晚餐的重头菜。锅里倒入适量油，铺上姜片和葱段，葱段越多，葱香就越浓郁。焖鸡好吃的秘密就是不用加一滴水，独特的自循环花洒盖设计让水汽均匀落下，保留了鸡的原汁原味，吃起来肉感才会更加嫩滑。最后加点葱丝和辣椒，用一些热油激发出香味，葱香爆汁，真的太过瘾了。你们也快快学起来，做给爱的人吃吧。薄得像纸一样的锤子肉片，你们吃过吗？猪肉最滑嫩的吃法，我真的不允许你们错过。里脊肉切薄片，加点淀粉，用擀面杖不断敲打。家里有铁锤的话，那就事半功倍咯。肉片敲打得越薄，口感就越完美。在沸水中烫到变色就可以捞出了。接下来调制一份双椒料汁，还是老样子，具体配方在屏幕左侧，你们要记得截图保存哟。最后淋在肉片上就完成了，相信我，这道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又到了晚餐时间，今天和你们分享一个豆腐的宝藏吃法——锡纸烤豆腐。这道菜好不好吃，就得看酱汁调得到不到位。
秘制的配方都帮你们写在屏幕左侧了，你们截图就行。最后一定不能少了肉末，淋在豆腐上，进烤箱200度20分钟就好了。